我天，这个轨道好最好，但是它是真别高跟鞋，给你一些第三排的摇滚空间。Hello， 宝贝们，你们那边多少度？我这边30度，我现在在三亚。所以呢，又可以穿美美的小裙子了。喜欢这个裙子的宝贝们，先给我点个赞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呢来拍 MPV， 但是我一想，我觉得咱们大部分人啊根本就不会买 MPV， 因为太大了，而且开起来太无趣了。但是呢，坐着确实是非常爽，但是前提是你坐在后排啊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既然咱们也不想买，那咱们今天呢就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这台小鹏 X9的增程版。那反正体验咱也是不用花钱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各位宝贝，给我投个币3年以下，我也是不会拒绝的。那各位老板，咱们就优雅的上车，来感受一下拥有 MPV 的生活。其实我今天穿的这个裙子，因为裙摆比较大，所以还挺小公主的，跟这个 MPV 的后排还是蛮配的。所以你在后排能够拥有什么样的小公主的生活呢？首先你看这个扬声器啊，它全车一共是27个扬声器，7点、1.6的这个布局。然后门板上这有一个 TV 的按键，你摁，您的21.4英寸的大屏，就打开了。这个位置是车门的打开的按键，在扶手上，打开之后。这才是在海边开 MPV 的正确打开方式吗？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穿堂风。然后这边呢是一个小桌板，可以直接在这里办公。而且比较好的是，你看没有我下面这个滑轨，反正总归呢，你2排的滑轨越长，你在空间的使用上就更灵活。然后它这个车有一个特别好的点啊，适合牛马。牛马跟 MPV 好像不太搭，但真的很适合牛马。它在这儿，你看没？有一个220伏、2.2千瓦的插头，就是你在这样贴着它办公的时候，完了之后你可以把你的电脑插在这儿，这样的话你可以 always online。然后这边呢，它有一个可以手机无线充电的位置，刚好这么一放，给你挡在这儿了。然后这儿也有一个，它是一个60瓦的线充的位置，同时它也给你留了一个放手机的槽，你可以这样放，你把你的插线口放在外面，直接就可以充电了。这边还有一个像公务舱那个小灯啊，有点你是可以去调节它的。它这个座椅的造型其实你能看出来，它把肩膀做得很宽，但是我觉得它这台车坐垫你们感受一下，是不是有点短？那我这大长腿它有点包裹不住了。然后这个座椅所有的功能都在这边的按键上了，通风、加热、10点式的按摩，并且刚才咱们这个腿托也是带加热的。同时呢，它是一个零重力的座椅，所以你可以一键给这个零重力展开。然后这次说 X9 这个零重力座椅，它是用了 NASA 的一些数据去实现真正有一点像太空中零重力的感觉。反正坐着的话，确实还是挺爽的。然后这个座椅的皮质的感觉也很舒服，很细腻。这就是小鹏 X9 后排的第一视角。你好，小 P。2排乘客请讲。打开冰箱门，这边是你的座椅的调节按键。这边这个冰箱可以拿一瓶水，然后放在这里，感觉怎么样？看个电影。这边有一个天窗，然后你发现没有，第3排的这个 Type-C 的充电口，在你零重力座椅躺下之后，它刚好在你的手边，其实也挺方便的。现在有点想买 MPV 了吗？那咱们现在上第3排去感受一下。进入第3排的话，它有一个更方便的方式。我天！咱们就是说这个轨道，现在我又要吐槽一点了啊！这个轨道好最好，但是它是真别高跟鞋。刚才我的跟儿就卡在这个轨道里了，所以如果女生穿高跟鞋上这个车的话，一定要小心一点。然后你现在要下来啊，你看这儿没有？它有一个这个按键，你可以直接一键去把我们的座椅往前调。因为你如果满载7个人的话，你是不是后面的人要先上？有这么大的空间可以让你去上车。然后你看你上到第3排之后呢，你又可以，它这个靠背这儿还有一个按键，就跟咱们侧边是一样的，你可以一键去把它给拉回来，然后这样第2排的人就可以上车了。但是为了拍摄啊，我们还是一键给它放回去。你看你下车也特别方便，不需要求人。第3排的空间呢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它坐垫的高度我觉得是可以的，只是坐垫的长度肯定是稍微短了一点。但是作为第3排来说，我觉得也不错了。这么大一个扬声器，给你一些第3排的摇滚空间。然后这边呢，座椅加热是带的，我们的 Type-C 的接口、背托的位置，还有就是我们第3排的靠背儿，也是可以电动去调节的。你看。如果你后面不放东西的话，其实你在第3排可以这样。然后我们的这个头枕，它也是可以电动调节的。你看，这样的，是不是第3排的这个配置感觉还是蛮高的？那现在呢，这个就是整个 X9 后排的一个体验。咱也不知道你这个在家啊，到底是一个什么水平的家庭地位，到底是尊贵的坐在这里，
还是坐在这里，还是坐在司机的位置要开车？我估计不少宝贝应该都是司机的位置。来吧，各位司机们，您的位置到了，上车吧。刚才后边是牛马，现在前面是司机。这个车你们发现没有发现，它其实还是挺低的，就是你一上来一迈就上来了，因为它现在也是双腔的空悬，而且就是我们进出车呀，包括你后备箱的取物，它都是可以自动去调节我们的悬架高低的。然后这个座椅整体它是没有腿托的，但是你们看一下它坐垫的长度，这个坐垫的长度是够的，都卡到了我小腿肚子这儿。所以就这个座椅的状态来讲呢，我觉得各位司机的体验应该还是蛮舒服的。那作为司机，咱们可以拥有什么样的配置呢？2个无线充电，这边你有一个大概就是这么高的一个储物格，冰箱呢是在后面，你是没有冰箱的开关的，所以如果你想拿点冷饮啥的，你还得让老板啊或者你们家有家庭地位的人递给你才可以。然后这边这个空调出风口的设计，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，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很新的设计，它用这种是铝合金的这种网格吧，发散性的去吹风，显得还是蛮有质感蛮有新意的。然后下面就是正常的储物空间，但是它给你了一个点烟器的接口，其实我觉得这个接口大可不必，这边可以换成一个220伏，或者我觉得就直接再给我一个 Type-C 或者 USB 就可以了。这2个 LED 补光镜真的是非常的大，就在这儿化妆什么的会特别方便。我们流媒体的后视镜这儿还给了你一个放墨镜的位置，这边你的天窗你可以自己手动的去控制。大家认为感觉怎么样？可以给打个分。就我觉得 MPV 跟咱们选其他车不一样，其他车呢你就是先看脸然后才说里面， MPV 就是你先要觉得它里面你是满意的，然后你再看脸你能不能接受。所以说刚才看完里面，如果大家觉得还可以啊，咱们现在感受一下它的外观。一开始吧，小鹏就搞这个飞机的东西，它的所有的设计语言其实都是跟一些太空啊、宇宙飞船啊这种传达是有点类似的，就它还是想给你一些科技感的这种风格。所以虽然 X9是一台 MPV， 但是它整体的外观，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激进的。贯穿式的日行灯，然后这边是一个主动式的进气格栅，这边的这个摄像头啊，它前面的这个东西就是把它 X 鹏的这个字放在了一个塑料板里面，然后它这个轮毂盖也是这样，它把小鹏的 logo 放在了一个塑料板里面，就好像它把一些珍贵的东西放在了一个锁定的空间里，我觉得有点像咱们小时候玩的那种模型的玩具。侧面的话 A 柱是它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思路，就非常非常的斜，让它的风阻系数呢会有一定的优化。然后这个尾灯是一个贯穿式的尾灯，尾巴其实还是挺激进的，做出了一个巨大的鸭尾的感觉，跟我今天的裙子一样。怎么说呢？日常生活中还是有点夸张的，但是呢也不影响它其实整体还是蛮好看的。那打开看看，你们发没发现这个后备箱的地台是非常非常低的，因为我们这个也是空悬嘛，所以你可以把它降到一个最低的位置去方便我们取物。这样的话，其实你拿什么东西往这儿一放都还可以。然后它现在有一个大概登机箱高度的下沉空间。然后另外这个第3排座椅呢是可以4:6比例放倒的，就是他们俩可以做一样的事儿。首先它可以直接放平，然后另外呢它可以直接翻转下来，你看没？它把这个座椅藏在我们的这个下沉空间里，这样的话其实你的后备箱也把这边放平的话，它会形成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纯平的很大的空间。怎么样？这个后备箱觉得还可以吗？那今天呢我们是一个静态体验，但是分享一下动态参数。这台车用了63.3度的大电池，5C 超充800伏平台，综合的续航里程做到了1602公里，纯电的续航里程做到了452公里，这个数据还是蛮夸张的。那这台车呢现在也是全系标配了双腔空悬 CDC， 还有主动式的后轮转向，所以虽然它是台 MPV， 它的转弯半径是做到了5.4米。那它是增程车，它用了一个 1.5T 的增程器，同时它电机是和华为联合去研发的。那这期的视频呢就在徐徐海风中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不要忘了帮依依长按点赞，1键3连。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一起来电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